大家好，我是若拉。我们今天开始一的法则第33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了解以下问题和答案。第一，你如何能获得造物主最好的保护？很多人实际上都需要去了解这一点。第二，色彩疗法的设备原理是什么？如何能更好的起作用？我们有时候使用这个紫罗兰射线来进行疗愈，它怎么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原理到底是什么？第三，如何能获得比较真实的颜色？我们日常看到的颜色真的是真实的吗？你如何能获得真实的颜色？第四，你跟某人的约会或者说是相遇，比如说你跟你爱人的这个偶然相遇，你们是一见钟情，在火车上呀，在飞机上呀，或者任何的这个场合认识的。你们的相遇是一种偶然呢，还是一种幕后的编程？就包括你今天跟别人出去吃饭，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幕后预先有的编程，还是有其他的决定因素？第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真的是这样吗？格言和谚语为何你不能常用？我们日常经常用各种谚语呀，或者说是格言来鼓励自己，或者说是教给孩子怎么去做事。但是呢，格言和谚语为什么你不能常用呢？它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还有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真的是这样吗？第六，我们应该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吗？对他人的防御心理对意识提升有何作用？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真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吗？它对我们的意识提升到底会有怎样的影响呢？第七，为正义的朋友两肋插刀和向这个黑暗势力妥协，你该如何做选择才会增加你的正极的极性？在我们三维世界啊，大家都觉得为朋友两肋插刀，尤其是为正义的这个朋友两肋插刀，就是一种英雄的行为，肯定是一种正极的极性，一定是这样吗？大家从这个视频中也能够了解你该如何去做，才是能够让你走向正极的这个道路。第八，你的物质生活与体验为何与你的思维方式有关系？你的物质世界实际上是由你的思维方式来决定的，那你如何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第九，地球的各种灾难是意识的催化剂吗？还是其他的原因？第十，转世自立制度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我们可以转世，有一些人就不可以转世，或者说是我们能够优先得到这个转世的机会，那转世背后的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好人和自私自利的人同时都能得到这个转世的机会？第11，正极与负极性的人在紫罗兰光芒中颜色记录有何不同？就是说你是一个积极的人和你是一个消极的人，你是一个愿意为他人服务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愿意只为自己服务的人？你们两者之间，或者说是大家之间的这个颜色，在紫罗兰光芒的这个记录中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12，第三维度催化剂体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在第三维度呀，你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一点。第三，什么是自我未显化的体验？我们周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条件呀、生活呀等等，柴米油盐，这都是显化出来的这个体验。那什么是你未显化的体验？第14，第5和第6维度的自然光线与第三维度有何不同？当然，我们作为第三维度的人类，也只能看到第三维度的这个太阳光线、自然光线。但是呢，在第6和第5维度，它们的自然光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第15，第5维度和第6维度有何区别？大家经常听到的各种通灵，大多数是来自第4和第5维度。那大家通过这个视频也可以了解到第5维度和第6维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特别的多，我先就给大家列举出这些，其他的这个视频内容，随着视频的深入，你会了解的更多。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是我在一位无限造物主的爱和光中向你们致意。我现在沟通。唐问说，在我们的上一次会议中，您警告说是每个人都要仔细观察仪器和接触水平，不耗尽所必须的生命能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继母和我应该查看仪器
或者小心仪器的生命能量，或者小心我们自己的生命能量。唐在这里提到了 Ra 的警告，因为 Ra 本身维度很高，跟他们通灵呢属于窄带通灵，卡拉需要完全的丧失意识，处在恍惚状态，需要很多的能量，所以 Ra 不希望卡拉与这个团体耗尽能量，对他们提出了警告。Ra 回答说，我是 Ra， 每个实体对自己负责。这个过程发生的机制，首先涉及使用第三密度的物理身体复合体及其伴随的物理材料来说出这些词，因此这个器皿需要仔细观察它的生命能量，因为我们不希望耗尽这个器皿。其次，支持团体的功能可以被视为首先是保护该接触者，另外激发器皿的能量，增强其元气。由于潜在的和谐，这个支持团体在爱和光的保护方面始终具有非常稳定的性质，从而确保了这种窄带接触的持续。然而，当任意支撑构建的生命能量耗尽时，该器具就必须使用其生命能量的较大部分，从而自身的消耗超过了长期盈利的程度。请理解，对于这种侵犯您自由意志的行为，我们请求道歉。然而，我们的扭曲理解是，你更喜欢这些信息，而不是完全留给你自己的奉献扭曲，耗尽工具或耗尽团体到无法维持联系的地步。这一段很长的对话都是关于卡拉的身体能量与这三人组成的团体对卡拉与 Ra 通灵能量的支持和影响。Ra 希望他们三个人要保持身体充足的能量，尤其是保护卡拉的身体能量不被耗尽，这样才能进行更好的信息通灵与传递。唐问说，你能否给我们一些关于如何保持接触的最佳状态的建议？唐是询问 Ra 他们需要怎么做才能保持与 Ra 的最好接触。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已经提供了有关正确培育该渠道的信息，因此我们一般只以两种方式重复我们的话。首先，我们建议，与其勇敢地忽视身体复合体弱点的扭曲，不如与团体分享这种扭曲，从而也许我们可以说，消除了一个接触的机会，即对仪器非常疲劳，以便有另一个机会使仪器得到适当的支撑。其次，和谐开始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和谐、感恩、对机会和造物主的赞美，这些都是你的保护，这些是我们的建议。我们无法具体说明，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在这次接触中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只是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掌握了您长期维持这种联系的倾向，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Ra 建议要首先保持卡拉的体力，宁愿少一次跟 Ra 的接触，也不能让卡拉太疲劳。卡拉如果感觉疲劳的话，也要跟其他两位成员说一下，以便得到更好的支持。另外呢，他们需要感恩赞美造物主，和谐的工作，这就是最好的保护。我也建议大家呢，要经常感恩赞美造物主，这样你才会拥有快乐幸福的生活。唐说，非常感谢，该仪器有一个用于所谓的色彩疗法的设备。由于我们在过去的会议中讨论了不同颜色的概念，我想知道这些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色彩疗法的原理，身体上的特殊颜色，这有什么好处吗？您能告诉我一些吗？卡拉在使用一个用颜色疗愈的设备，也就是说，那个设备像我们一些紫外线的这样的设备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设备是使用这个颜色来进行疗愈的设备。因为 Ra 之前呢谈论过颜色的作用，我们身体的每个脉轮也有不同的颜色。那唐就问说是色彩啊，或者说是这个颜色疗愈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好处？ Ra 回答说，我是 Ra， 正如你所说，这种疗法是一种有点笨拙且有用的工具，用于在实体的新生灵复合体中激发能量或振动的强化，这可能对实体有好处。该设备的可变性首先是由于缺乏使用的真实颜色，其次，你们各国人民对振动的敏感度存在极大的差异。Ra 首先是说，卡拉使用的这个颜色疗愈设备虽然有一些笨拙，但是有作用，能够激发和强化卡拉的能量以及振动。
但是如果普遍或者说很多人使用的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起作用，因为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有每个人对震动的敏感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对有些人起作用，对另一些人可能就不起作用。这就跟吃药看医生一样的道理，你相信它可能就会起作用，你如果一点不相信，它就不会起作用。唐问说，我认为你可以通过让光穿过特定颜色的晶体来获得真实的颜色，它是否正确？上边Ra 提到卡拉使用的色彩疗愈设备，可变性之一是缺乏使用的真实颜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原始的我们就像晶莹剔透的水晶，但是随着自由意志的发展，每个人都开始形成自己的偏见，带有自己的色彩，就像教堂的这个彩色窗户一样，五颜六色，所以大家就明白教堂的这个窗户为什么会使用特殊的这个颜色的玻璃，实际上它是有一定寓意的，这代表每个人身上不同的偏见，还有不同的色彩，这都是对爱的基本扭曲，而不是我们本来的真实的颜色。那当然，我们制造和使用的设备也无法表现出我们真实的本质和颜色，只有我们让自己的心灵像水晶一样变得清澈透明，让造物主的光通过我们来照亮世界，我们表现出来的才是自己真实的颜色。因此唐问说，是否可以让光穿过特定颜色的晶体来获得真实的颜色？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将是接近颜色准确性的一种方法。使用不同颜色的赛洛路是一种所谓的质量控制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不是一个明显的变化。然而考虑到特定的应用，它确实会产生一些差异。Ra 说是让光穿过特定颜色的晶体来获得真实的颜色，是接近颜色准确性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如果让光穿过卡拉使用的仪器来对它进行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 Ra 也提到了产品的质量不同，肯定会有一些差异，虽然差异不是很大，因为卡拉使用的疗愈设备是一种叫赛洛路，也就是很便宜的一种塑料产品，透明且容易加工。在过去比较受欢迎，现在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每个人家里呢都有塑料制品，质量好用的那就当然要用的舒服一些，用的时间也长一些。唐说，可能使用棱镜将白光分解成光谱，然后屏蔽光谱的所有部分，除了您希望通过狭缝并使用的部分之外，效果会更好，这是真的吗？唐是问，如果使用棱镜来分解白色的光，白色的光代表造物主的光，通过棱镜把白色的光分解出来，那就变成彩虹的7种颜色了。如果只需要其中的一种颜色的光，比如说人们经常用这个紫外线来进行疗愈，那就可以把其他的光屏蔽，只留下这个紫色的光可以通过。唐问说，这样的方法效果会更好吗？ 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对的。唐说，谢谢，我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经验编程，可以使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某种催化剂。例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很多事情，我们认为这些经历的发生纯粹是偶然的，或者是我们有意识的设计，比如说预约或去某个地方。我只是想知道是否存在幕后我们可以称之为催化剂的编程，以创造必要的经验，以便在某些实体的情况下实现更快速的增长。这是会发生的事吗？唐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们日常以为的真实生活，或者说是偶然事件，比如说你今天突然遇到了老同学，或者说是你遇到了让你心动的人，一见钟情的人，你的家人朋友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开心的还是痛苦的，都是一种帮助我们意识成长的催化剂。比如说是你今天约了某个人见面，或者说是吃饭，你以为是一种偶然的事件，唐也是这么认为的，说有可能是这个偶然的事件，或者说是幕后有这个编程。那他想知道到底是有意识的设计呢，还是纯粹的偶然，是否在幕后存在这个程序的编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改变这个程序，以创造我们所需要的经验，帮助我们更快的成长。他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相信我们抓住了您的疑问的核心。如果我们的信息不正确，请索取更多信息。已经意识到化身过程，并因此编程其自身经验的化身实体，可以选择催化剂的数量，或者换句话说，它在一次化身中将要经历和学习的教训的数量。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注定的，而是存在着无形的指导方针来塑造事件。这些指导方针将根据这种编程发挥作用，因此如果错过了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就会出现。指导容我们说，生活经验的学生领会正在提供的一课，并开始学习它。Ra 的回答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意识呢已经开始觉醒，知道我们处在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的化身就是各种催化剂的编程，制造各种事件来影响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各种情绪的处理中学习爱的课程。那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编程来选择催化剂的数量。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体验是多还是少，你可以自己来选择这样的数量。比如说，你觉得你还没有学会爱你所痛恨的人，也就是说爱你的敌人，那你就可以多制造与你的敌人打交道的机会，从中学习如何爱敌人，或者说是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你还没有学会如何给自己的孩子自由，而不是对孩子进行控制，那你也可以增加与孩子互动的机会与催化剂等，这样你就拥有主动权，可以主动编写自己人生的程序，你可以决定你在这一生要接受教训的数量。这并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出现的事情都是注定的。人常说是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存在着无形的指导来塑造各种事件。这些指导将根据你需要的课程来编程起作用。如果你错过了一个机会，还会有另一个机会出现。比如说是你跟你的爱人是在火车上或者说是飞机上认识的，你就觉得你们的相遇是一次偶然。如果你在那一天刚好没有登陆这个飞机的话，或者说是你的爱人没有在那一天也同样登陆飞机的话，你们这一辈子就错过了，不可能认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和你的爱人在生前，或者说你们的高我已经签了一份灵魂的这个合同，让你们在一生中要相互学习一些经验。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次飞机和你的爱人相遇的机会，你还会出现下一次的机会，比如说你们在某种商会上认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这个场合认识，旅游的时候认识等等，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再次出现，让你们有机会能够认识。所以你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这个会面或者说是约定或者说认识，都不是说注定的只有这一次机会，你还会有无数其他的这个机会来跟你的爱人认识，直到你知道你跟他的这个相遇是你要学习的一个课程。这个时间实际上你们的偶遇过程已经完成了。所以所谓的偶然相遇，偶然与某人一起约会吃饭逛街等，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心血来潮，今天突然想请哪些同事吃饭或者说哪些朋友吃饭，其实都是你一次次的这个幕后指导提供的机会而已。如果你今天错过了，你明天后天或者是明年后年，你还会有机会跟他们进行接触的。唐问说，然后你可能会说，随着生活经历的继续，这些课程将被重新编程。假设一个实体产生了一种他在投生之前实际上并没有选择产生的偏见，然后就可以对经验进行编程，以便他有机会通过平衡来减轻这种偏见，它是否正确？上面已经提到了，我们人生的许多约定偶遇都是一种按照我们生前的要求进行的编程与安排。但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投生前没有的偏见，当然你也没有进行过编程。比如说你前多世都没有过同性恋，那你投生前的这个编程内容并不涉及到同性恋，但是这一世因为各种原因的影响，你成为了一名同性恋者，这就是你投生前没有选择产生的偏见。还有比如说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犯罪或者说是杀人，但是这一世有可能因为过失杀了人，比如说是交通事故，这都涉及到你今生对新的经验进行编程，以便你有机会通过平衡来减轻这样的偏见。
偏见在整个一的法则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指我们每个人都只代表造物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经验都不是全面的。比如说，我们对他人有好与坏的偏见，正义与邪恶的偏见判断等等，对动物有喜爱的感觉，或者说是有厌恶的感觉，这些都是需要平衡的地方，来减轻这些偏见，从而把万物都看成一体，而不是分离。唐问说，这是否正确？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完全正确的。唐说，谢谢。然后我会说，据此我可以推断出这个猜想：实体心目中的方向是唯一具有任何后果的东西，无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所经历的身体催化剂都将严格取决于他的思维取向。我将使用一个例子，示例与删除，这是对控制催化剂的思想方向的陈述，它是否正确？唐的这个问题说到了我们人生的实质。我们觉得人生取决于外界的环境，比如说你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或者说是贫穷的家庭，你具有什么样的先天条件，比如说外貌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才能或者说是才华等等，取决于这些外界的环境。但其实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体验什么。有些人老觉得自己穷，抱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思维方式把你带向了贫穷的体验。你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想我又没有什么钱，这件事情肯定办不成。比如说你想去旅游，你想到的不是如何能够进行这场旅游，或者说是有旅游时那种美好的感受，或者说提前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旅游，而是先考虑我没有钱，或者说因为贫穷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有机会去世界旅行。而有些人的想法呢，跟你刚相反，他在畅想自己去世界各地旅游的美好感受，并在脑海中呢反复享受这样的感受。他根本就没有想自己是否有钱能够进行这场旅游，而只是想着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旅游。他的思维取向决定了他应该拥有这样的体验，那他的高我或者说是指导就可能做了这样的编程，让他拥有去世界旅行的机会。这就是你的思维取向决定你所经历的催化剂和经验。你想拥有不同的人生，那就需要先改变你的惯性思维方式或者说模式。比如说一个乐观的人他的人生体验一定跟一个悲观的人是不同的。所以你想拥有美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你得先改变你那种悲观的失败者的那种惯性思维，你才有可能走向成功，走向幸福。唐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他在这里说，我将使用一个例子，然后这个括号中显示示例已经被删除。为什么要删除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呢？ Ra 在后边呢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不愿意在与你的沟通中使用任何众所周知的例子、谚语或格言，因为任何众所周知的谚语都经历了巨大的扭曲，因此我们可能会回答你查询的第一部分，要求你删除该事例。据我们所知，新生灵复合体的定向或极化是每个实体产生感知的原因，这是完全正确的。 Ra 提到了唐使用了众所周知的谚语或者说是格言作为例子，但是 Ra 他们不愿意使用这类例子，因为许多有名的格言或者说谚语都经历了巨大的扭曲。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都存在着巨大的扭曲。 Ra 在这里要求唐删除这个例子，但是 Ra 肯定了唐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说每个人的定向和极化是你产生感知或者说体验的原因。你所感知的环境是由你自己的意识和思维取向决定的，意识决定了你的物质环境和你的体验过程，所以千万别抱怨别人给你造成了困难的生活条件，而是你的思维定向、你的思维取向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Ra 还给了一个例子，他说
因此你可能会在杂货店中观察到一个场景，领先的实体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然后一个实体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盗窃，另一个人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另一个人可能会漫不经心地移走最不需要的物品，支付能支付的费用，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自我背后的人观察时，可能会感到同情，可能会因为站在贫困者旁边而感到侮辱，可能会感到慷慨，可能会感到冷漠。你现在是否以更恰当的方式看待这些类比？ Ra 的这个例子呢，是使用了我们在杂货店中的情景。我们买东西付款的时候需要排队，比如说有10个人在排队，最前面的那位客户甲可能买东西的时候他的钱不够了，有可能就跟这个售货员要多解释一番，或者说是应该怎么去处理。在他们交涉的这个过程中需要等待嘛，那后边的这个顾客呢就会发生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是有一些人趁这个机会就去偷别人的这个钱包。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这个手机支付，但之前没有互联网或者说不发达的时候，人们都是使用钱包装现金买东西，因此经常发生这个钱包丢失或者被人偷窃的现象。而丙呢，由此觉得自己跟甲一样，没有足够的钱买东西，是个生活的失败者。丁呢，也可能担心自己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此他把这个购物篮里边那些自己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就拿出去，只买自己能够支付的东西。甲乙丙丁各有各的这个状态。而如果你站在这群人背后进行观察，你可能会对他们感到同情，你也可能会觉得站在一个贫穷的人旁边对你是一种侮辱，你也可能会很慷慨的去帮助没有钱的人去支付，你也可能对这样的情景感觉到冷漠，觉得他们与你无关。每个人观察自己的时候都会对此场景有不同的反应，但我们在此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取决于我们的极化和思维定向。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为他人服务的人，那就会对他人的贫穷表示同情。有的人甚至会帮他人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说最前面的那位客户钱不够，那其他的这个客户中就会有人可能走上前去帮他付款。但如果我们是一个消极的人，就会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希望，甚至趁火打劫，偷窃别人的钱包，做个小偷。还有一种是没有什么急性的，没有选择的人，他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你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也是一句格言，我们常用的，就像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样，都是一种消极的扭曲的格言，或者说是谚语。那大家就明白 Ra 为何在上面提到众所周知的一些格言或者说是谚语是一种巨大的扭曲。如果我们按照这类的格言或者说是谚语做事的话，那只能让自己更加的消极和冷漠。所以 Ra 让唐删除了相关这一类格言或者说谚语的例子。唐说，是的，我愿意，然后我将由此推断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些困难，因为正如你之前所解释的，即使是第4密度正面也有防御行动的概念，但在第4密度之上，防御行动的概念并未被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的概念在我们目前的经验中被大量使用。我假设，如果一个实体的思想在积极意义上极化的足够强烈，那么防御行动对他来说不是必要的，因为他永远不会有机会采取行动。他是否正确？唐呢同意 Ra 上边所说的删除他所举的例子，并提到 Ra 之前谈到的第4密度的战争，负极与消极的一方与积极的一方发生光之战。负极的猎户集团想要征服联邦正极的一方，正极的一方进行了防御，结果双方都耗尽了力量，没有一方取得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消极的一方想要控制和征服，没有成功。正极的一方或者说联邦的一方需要的是把所有人都当成造物主，接受和爱发生的一切，即使是猎户集团的攻击，但是
他们觉得不能被消极一方控制和征服，因此进行了防御，无法充分利用团结与爱的这个能量，也就是说，他没法接受其他的人即使作为负极的一方也是造物主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而是采取了防御的心理，或者说是防御的这种手段，结果导致联邦的这一方也是耗尽了能量。但是呢，比这个4维更高的维度，比如说第5、第6、第7维度，他们对这个负极一方防御的概念并未被使用，也就是说高于4维的这个维度的成员，他们是不会对任何的这个事情啊、任何的人啊，或者说是任何的实体进行防御的。而防御与进攻的行为在我们3维啊被大量的使用，就别说是大大小小的战争，我们经常所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也是一种提倡对他人进行防御与防备的格言，也是带有很大的扭曲的。人人啊，如果都对他人有防备之心，如何能够把他人看成一个整体？如何能够待人如待己？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分离，而不是团结，必然会导致矛盾，甚至是战争。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所用的，或者说经常我们觉得很有道理的格言，实际上是对爱的巨大的扭曲。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不可知的。在每种情况下，正如我们所说，能够对经验进行编程的实体可以选择要学习的课程的数量和强度。一个极其积极导向的实体可能会为自己设计一些情境，测试自我克制防御行为的能力，甚至达到自我或其他自我的肉体死亡的程度。这是一堂密集的课程，我们不知道实体已经编成了哪些内容。我们可以阅读这个节目，然而这是一种侵权行为，我们选择不这样做。Ra 的回答呀，主要是针对第3维度的。他说是呀，每个人是否都对他人有防御心理，这是不可知的，因为一些人已经知道呀，自己就是造物主，他可以对自己的经验进行编程，并选择自己要学习的课程的数量和强度。你自己可以定制生活的催化剂和课程。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你想要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哪些体验。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可能会给自己设计一些情境，来测试自我是否能卸下所有的防备。比如说，你对一个老是攻击你的人，你会制造一些让他攻击你的机会，来练习自己是否能不再在意他的敌对与攻击，而是以同情与爱的眼光来对待他。这是行家的游戏。有些人甚至设定的情境或者说是编程，是对方拿刀枪来杀自己，而自己却把对方看成另一个自己，没有任何的防御。有可能对方就会杀了自己，或者说是对方会被你的行为感化，放下屠刀。这样的编程测试是强度很高、密集的课程，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有几个人能做到在对方拿刀要杀死你的时候，你还能如此的淡定，甚至会祝福对方。我所知道的有2位，一位是印度的圣雄甘地，他在临死之前还希望上帝保佑那个杀死他的人，而印度呢也从此取得了和平与民主。而另一位就是耶稣，耶稣呢有超能力，还有无数跟随他的人可以保护他，但他选择把自己交给想要杀死他的人。最后呢，他的精神感召了全世界。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真的死亡，他们俩实际上都已经进入到了更高的维度，但他们教会给人们如何在危险的时候放下所有的防御。你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但是呢，你教会了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爱。Ra 说，不知道人们对自己进行了哪些编程，也就是指一些人给自己编成了强度很高的课程，练习如何对他人放下防御，以爱的眼光对待所有人。比如说一的法则3人小组中，这个继母呢就说过，他对待人所有的这个态度都是以爱的眼光与以爱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别人，无论对方对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可能对方对他是敌对的态度，不喜欢的态度，但是呢，他都是以爱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对方。Ra 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查看这个3维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进行了类似的编程。
但是相对于人类的自由意志来说的话，这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他们选择不去查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联邦的成员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尊重。唐问说，我会问你是否熟悉第9配置这一部电影，你熟悉这个吗？ 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扫描你的心灵复合体并看到了这个电影称为第9配置。Ra 说扫描了唐的这个新心灵复合体，知道这一部电影叫第9配置，英文名字叫 The Nine Congregation。唐问说，这部电影提出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一点，而实体及院长必须在此时做出决定。我只是想知道关于极性它的2极分化。你可能会说，他本可以屈服于消极力量，但他选择了捍卫他的朋友。你是否可以估计哪个更积极极化，捍卫积极导向的实体，或允许消极导向实体的镇压？这个你也能回答吗？第9配置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美国在1980年上映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被遗忘的美国军事精神病院，其中呢有一群受到战争创伤影响的士兵，他们被送到这里进行这个精神方面的治疗。其中的主角康妮呢是一名前飞行员，他因为一次可怕的事件而感到内疚和迷惘，最终呢被送到这所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他就遇到了院长兼神父的马丁。这个马丁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他试图通过与患者建立关系来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电影呢通过这个飞行员卡尼还有其他这个患病的这些士兵们进行的互动，还有马丁神父自己内心的这个挣扎，展现了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还有人类对信仰呀、道德还有意义的探索。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也逐渐揭开了角色们背后隐藏的秘密和心理困境，使他们对现实和自我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其中提到的院长兼神父马丁是这部剧的主角之一，他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不向消极力量低头，而是选择捍卫他的朋友。这类英雄我们经常在电影中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唐的问题是，这个院长哪个选择更加的积极化？是选择捍卫他的朋友，还是允许这个消极力量对他们进行镇压？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选择不向黑暗力量低头，捍卫自己的朋友是积极的正义的行为。那我们看看 Ra 的这个回答。Ra 回答说，是我是 Ra， 这个问题涉及到第4密度以及你们自己的范围，而他的答案最好可以通过约书亚的实体，你们称之为耶稣的行动来看到。这个实体将由他的朋友来保卫，该实体提醒其朋友收起剑，然后这个实体将自己交付给肉体的死亡，保护所爱的其他自我的冲动在第4密度，一个充满慈悲的密度中持续存在。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也无需多说。耶稣呢也叫约书亚，当时希腊人把这个耶稣呢叫约书亚。耶稣被罗马总督抓捕之后，要送上这个绞刑架，耶稣呢完全可以利用他自己的超能力逃跑呀，或者说是自救。跟随他的人很多，有那么多人，也可以持剑来保护他，但是耶稣却选择让他的朋友们收起剑，然后把自己交付给罗马人，导致肉身的死亡。耶稣的行为在第3维度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保护自己是本能的行为，更何况还有朋友愿意为自己挺身而战，为何要选择死亡呢？但耶稣当时是来自第4密度，他有保护其他自我爱的这个冲动，他不会让他的朋友们为他去战斗，更不会因为自己让双方发生战争，导致更多的人死亡。因此他选择了把自己交付给死亡的行为，因为他的心中呢充满了慈悲，而这种爱与慈悲在第4密度延续。Ra 给了耶稣的这个例子之后说，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也无需多说，是因为我们想要精神意识的提升，就需要充满爱与慈悲。你为了自己活命而导致更多人的死亡，看起来是与消极力量做斗争，但实际上自己也成了消极力量的一部分。
这样的人啊，在三维呢经常被称为英雄，因此 Ra 说他们不能多说，而只是引用了耶稣死亡的例子，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爱与慈悲，什么是真正的万物一体。院长马丁可以选择与朋友们一起战斗，也可以选择用爱和慈悲来感化敌人，甚至会为此付出生命。但是呢，这比战争更具有积极的极化的意义。最后的这一段话的结论是我自己得出来的， Ra 只是给了耶稣的例子，他并没有说出他的结论。唐说谢谢，当我们接近这个主周期的末尾时，实体的催化剂可能会越来越多。我想知道，随着行星振动与第四密度振动有些不匹配，并且催化剂增加，这是否会产生更多的极化，从而因为这种催化剂而获得稍微更大的积极收获，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创造更多的负面极化，然后通过这种转变机制获得更多的负面收获。不幸的是，这比地球达到更高意识状态时更具催化作用。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唐认为，现在在地球上发生的很多不幸的事情，是因为地球的振动与第四密度不匹配，因此增加的催化剂。不论这种催化剂是为了促进正极性还是负极性的发展，因为正负两极呢都在争取地球与人类的这个意识的极性嘛。Ra 回答说，我是 Ra， 该问题必须分两部分回答。首先，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行星灾难是艰难收获的症状，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收获催化剂，因此我们不关心它，因为它对于我们可能提供的有意识的催化剂来说是随机的。第二部分是这样的，你们所谓的地球变化的随机催化剂的结果也是随机的，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概率、可能性漩涡走向正向和负向，然而事实将会如此。意识催化剂的真正机会不是地球变化的函数，而是转世自立制度的结果。在收获之时，转世中那些利用生活经验成为可收割机会的人是最好的。Ra 是说，唐的这个问题呢，要分两部分回答。首先，地球上发生的很多灾难并不是有意识设计的催化剂，而是地球艰难收获的症状。因为地球在75000年里边，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啊，收获都很少，现在依然如此。那些灾难呢是随机发生的。Ra 所说的第二部分是因为地球上发生灾难的催化剂是随机产生的，那形成的结果也是随机的，所以地球会走向正极还是负极的收获，就只能根据这个概率和可能性的漩涡来判断。看这个可能性或漩涡，地球会被收获为正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意识催化剂的使用并不是针对地球的变化，而是针对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你具有怎样的转世背景与资历，那是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的。这套制度背后有对你前世的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今世要学习内容的规划。还有谁能争取到转世的机会，那也是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的，一定是那些特别想利用转世机会来进行意识学习的人优先取得转世的机会。因此我们这些在地球上生活的人都是幸运的得到这些机会的人，希望你我不要虚度此生。现在又是这个三维进入四维收获的重要阶段，几万载难逢的机会。你如果能够利用生活的经验取得收获的机会那是最好的。而地球上善良的人们居多，所以从可能性还有漩涡来看，地球目前是正极的收获。唐问，这种资历制度是否也用于服务自我方面，以便在该方面变得可收获？唐是问转世的资历制度是否也适合那些消极取向的人，以便他们在负极取得收获。我们在现代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消极取向的人，尤其是搞政治的、金融的，还有企业方面的精英等等，他们给地球带来了很多的战争和灾难，但他们也是符合转世的资历的，他们也被允许发展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为造物主服务。由此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想在正极还是负极发展的人，都有机会取得转世的资历和机会。进入天堂还是地狱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造物主制造了地狱专门来惩罚坏人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坏人了。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对的。此时你可以再问一个完整的问题。唐说，好的，
我希望你做的是列出所有旨在提供催化体验的主要机制，但不包括与其他自我的互动。这是我要问的问题的第一部分。唐的这个问题啊，主要是问这个催化剂的主要机制和自我有关的部分，也就是说不涉及到跟别人互动的这一部分。这一些催化剂的主要机制是什么？ 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从这个问题中了解到，你意识到第三密度催化体验的主要机制是其他自我，其他催化影响的列表，首先造物主的宇宙，其次自我。Ra 是说呀，我们在三维体验的这个与自我相关的催化剂，主要是我们意识到在第三密度的这个催化体验，主要是跟别人打交道。这个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体验的过程，说你现在清楚了，或者说是你知道你在第三维度的这个主要催化剂就是你如何跟别人打交道，你在跟不同的人啊，不同的自我打交道，每个其他人都是你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你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不喜欢某人，反映出你没有学会把他人当作是你自己，你和他其实是一个整体。你恐惧某人，反映了你内心没有被爱与光充满的阴影与黑暗角落等等。与其他人打交道并学习是第三维度的主要催化剂。另外的催化剂，那就是说造物主创造的宇宙，你是否能够做到爱万物，爱造物主创造的一切。比如说你是否喜欢所有的动植物，而不是说只喜欢自己的宠物，或者说有些人什么动物都不喜欢，有些人呢只是喜欢猫与狗，而厌恶这个蜘蛛与苍蝇，看到它们就恨不得打死它们。你打掉苍蝇的一条腿，你的意识呢也会有一块缺失，因为苍蝇腿也是造物主的一部分。你对苍蝇的厌恶表示你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爱万物的概念。第三个催化剂主要是针对自我，你是否真的喜欢与爱自己？很多人整天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平，老天对自己不公平，但你自己对你自己公平吗？你真的爱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吗？你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感恩过造物主吗？而不是说是整天只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上就没有值得别人羡慕的地方呢？每个人在世上总有一样是与众不同的，是值得别人羡慕的。比如说是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有残疾的人可能就羡慕你拥有的健康的身体。你拥有幸福的家庭，那要家庭不幸的人可能就羡慕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有乐观的性格的话，那悲观的人就可能羡慕你的性格。你的幽默感啊，或者说是你坚强的精神等，很多都会有人羡慕你。所以爱别人，爱宇宙万物，爱自己是三维世界要学习的重要课程，其中爱他人呢是最主要的课程。唐问说，你能在自我下面列出任何小标题，这些小标题会或者自我被催化作用以产生经验的方式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对我来说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唐是让 Ra 列出自我使用这个催化剂产生经验的一些小标题。Ra 回答说，我是 Ra， 首先自我未显化，其次自我与由自我和他人自我创造的社会自我的关系，第三，自我与自我其他自我发明的小玩意儿、玩具和娱乐之间的互动，第四，与那些你可能称之为战争和战争谣言的属性的自我关系。Ra 给唐列出了4个关于这个催化剂产生体验的标题。第一个是自我未显化出来的体验，比如说你无法消化生活里边的催化剂，就会得病，例如风湿呀、身体疼痛呀、发炎呀等等。这些疾病呢，你自己能够感觉到，但是却没有显化成某种物质，也就是说没有显化出来，你或者说别人用眼睛可以看到的。这就是自我没有显化出来的这个催化剂的体验。第二个是你和其他人一起创造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呢，可能让你很快乐，也可能让你痛苦、恐惧，但都跟这个催化剂对你的情绪影响有关系，它也是这个催化剂产生的这个体验方式之一。第三个是人们发明的各种小玩意、娱乐工具等等，比如说是手机、电脑、各种玩具、
娱乐工具等等，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你和他们互动也会产生各种情绪的影响，比如说你没钱买新款的 iPhone、游戏机、名牌衣服啊、车呀、包呀、房子呀等等。有些人对这些事情呢就淡定自若，有些人就会产生沮丧呀、自卑的心理，都是催化剂对自我体验的这个影响。第4点是关于人类之间的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战争，不但有真实的战争，还有各种关于战争的谣言与传言等等。而这些关于战争的消息会影响到物价呀，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就处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话，或者说是你亲自参与了这场战争，那战争当然会对你的安全还有心理情绪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关于自我使用催化剂产生经验的小标题。常问说，我在想这可能是身体疼痛的催化剂，这属于这个标题吗？他是问人的这个身体疼痛也跟上边所说的这个催化剂所产生的体验相关吗？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正确的，它属于未显化的自我的标题，也就是说自我不需要其他自我来表现或行动。上面我也提到了人身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感觉到抑郁，或者说是你的胃痛等等，都是未显化出来的关于自我催化剂的标题。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情绪引发的身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你没有解决，就会通过疾病的方式来提醒你，引起注意。所以呢，疾病呢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而你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疼痛等等风湿，这些事情没有别人的参与，而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得到。你的疼痛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和体验，别人是没有办法体验或者说是代替你疼痛的。未显化的催化剂，比如说是疼痛，比如说是抑郁，那就只能你自己来体验了。他说，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来问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即列出旨在提供催化剂，包括与其他自我的行动的所有主要机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吗？因为唐上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跟自我相关的这个催化剂的体验，而他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其他自我跟别人相关的这个催化剂的体验。他想问 Ra 是否他们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提这个第二个问题，因为卡拉的身体可能支撑不了问更多的这个问题。Ra 回答说，我是 Ra， 你有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可以用2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列表。我们可以无限的谈论，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的任何相互作用都具有潜在的催化剂，存在于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的潜在差异中，这受到造物主的恒定事实的调节和支撑，即自我和作为他人的自我。如果你需要具体信息，你可以进一步询问这个问题。Ra 首先说是有足够的时间回答唐的问题，看来今天卡拉的身体还不错，可以支撑他们谈论更长久的时间，所以 Ra 说他们可以无限的关于这个话题进行谈论，也可以简单的说明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你和别人之间任何的互动都具有潜在的催化剂。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上1分钟2个人还称兄道弟的谈得很好，下1分钟2个人就可能因为某个问题互不相让，甚至会打起来，割袍断义，成为敌人。只要2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一起，就一定会存在潜在的催化剂，促进你意识的学习。这种潜在的差异是受到造物主恒定事实的调节和支撑的。这种催化剂呢是必然会发生或存在的，就是说你只要跟别人在一起，你一定有体验催化剂的这个机会。Ra 说，如果唐想要具体的信息，可以进一步询问。唐说，我相信暂时就足够了。Ra 说，我是 Ra， 容我们结束这项工作之前，您是否有1个或2个简短的疑问？唐说，请等一下，我认为此时我能问的任何问题都不够简短，等一下。然后是这个处理或者说是翻文件的声音。唐说，是的，有1个问题，处于第4密度正面和负面入口层的实体之间的紫罗兰色射线活动或亮度是否有任何差异？
这是问第四密度的正负两极的实体紫罗兰射线或者说是紫罗兰脉轮的活动或亮度有什么区别。 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是对的。正第四密度的紫罗兰光芒将染上绿蓝湛三色能量，正如您所知，这种色调可能被视为彩虹或棱镜的一部分，光线非常清晰。容我们说，负第四密度的紫罗兰色光芒在其光环中具有红色、橙色、黄色的色调，这三种颜色是混浊的，而不是清晰的。我们从 Ra 的这个回答可以看到，选择这个正极性的人，他的能量从红色、橙色、黄色脉轮上升到绿色脉轮之后，如果他一直向上追求，那就会按照这个正常顺序进入到蓝色、湛蓝，最后到这个紫罗兰脉轮。就像彩虹的颜色，或者说是像造物主白色的光芒通过棱镜所形成的彩虹的颜色非常的清晰。而选择负极性的人，他们的光芒从红色、橙色、黄色脉轮上升以后，不会按照这个顺序进入到绿色、蓝色、湛蓝脉轮，因为他们经常是谎话连篇，走的是一条不存在的虚拟的路径，因此不会是对任何人都敞开心扉，进入这个绿色爱的脉轮。但是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造物主的爱与光，即使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因此他们的能量会从黄色脉轮直接进入到蓝色湛蓝脉轮，在湛蓝脉轮那里获取造物主的智能量。但也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他还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做到像成吉思汗那样自私到极点，因此他们那些人的能量呢，很少能从这个黄色进入到蓝色，更不可能进入到湛蓝色，基本上就只能在前三个脉轮中兜兜转转，各种各样的堵塞。而紫罗兰脉轮呢，只是做记录用的，那当然记录的只是用红色、橙色、黄色脉轮的这个混合体，这三种颜色混在一起，不会像彩虹颜色那么的清晰，而是混浊不堪的。所以负极记录的人都是这三种颜色的这个混合体，这跟负极性的人的思想也是相对应的，他们也是非常混浊不堪的。对颜色的这个体验呢，大家通过日常的观察也能够看得到。唐问说，就像这个问题的一个小附属，第5和第6密度的光线会是什么样子？ Ra 回答说，我是 Ra， 我们只能说大概，然而我们希望你能够理解，每种密度的颜色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第5密度也许最好的描述是震动及其白色，第6密度的白色包含你所感知的金色品质，这些颜色与在第4密度中学到的慈悲智慧相混合有关。然后在第6密度中将智慧混合回用智慧看待的慈悲的统一理解中，这种颜色不属于你的光谱，但却是你所说的生机勃勃的颜色。你可以再简短地问一个问题。Ra 的回答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认为第5密度难道不是蓝色的光线，第6密度是湛蓝的光线？其实大家注意一下，唐问的问题是第5和第6密度的光线，那就是指的太阳的光线，或者我们大家所说的自然的光线，而不是问的密度的颜色。我们在3维看到的太阳光线，只有在阴影中才能看到白色的这个光线，经常有一些混浊，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在第5密度看到的太阳光线呢，是非常清晰的白色。第6密度的太阳光线是白色含有金色的光线，这是我们在3维世界不可能看到的。并且在第6维度 Ra 用了一段话说，这些颜色与在第4密度中学到的慈悲智慧相混合有关，然后在第6密度中将智慧混合回用智慧看待的慈悲的统一理解中。这段话呢比较拗口难理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第3维度是选择的维度，也就是我们这个维度主要是你去做选择。第4维度呢是爱与理解的维度，第5维度是爱与智慧的维度，也叫做是爱与光的维度。第6维度呢是在第4、第5维度基础上的统一的维度。
是从更加智慧的角度来混合第4维度的爱、慈悲，还有第5维度的智慧的维度，也就是在爱与智慧的基础上再进行统一，更加的慈悲与智慧。第5维度的成员慈悲而充满智慧，但是呢，第6维度的成员更加的客观，更加的不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完全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大家从 Ra 的谈话中也能感觉得出来，大慈悲与大智慧的融合就形成了统一的第6维度。第6维度的光线是白色带有金色的，这种金色呢不属于我们3维世界的光谱，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就是白色和金色的这个光混合起来金光闪闪的感觉。但是呢 Ra 却用了一个词语说，这个金色呢不属于你的光谱，但却是你所说的生机勃勃的颜色。这个生机勃勃的颜色指的是就像水晶一样更加的清晰，非常的透明，在我们3维世界是不存在这样的颜色的。唐说，那我会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仪器更舒适，或者说是改善接触吗？ Ra 回答说，我是 Ra， 这个工作很好，你们正在努力做到尽责，我们谢谢你们。我们可以说，我们很享受你们对我们的社会记忆复合体的愿景，即一边喝着你的一种液体，一边通过这个器皿说话。Ra 是在表扬唐他们这个小组呢，非常的尽职尽责，而且可能唐一边在喝着东西，比如说喝水啊、喝茶呀、喝咖啡啊等等，一边通过这个卡拉和 Ra 进行通灵提问啊等等。所以 Ra 说是你一边喝着一种液体，一边通过这个器皿说话。然后 Ra 继续说，我是 Ra， 我让你留在独一无限造物主的爱和光中，那么继续前行吧，为独一无限造物主的力量与平安而欢欣鼓舞。阿多奈，我也要向大家说再见了。阿多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如果方便的话，请订阅一下我的视频。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